霍雨浩回到房间，发现王东在床上等待他归来。两人开始讨论起昨天的比赛和未来的战略。王东提出了一个关于武魂融合技的创新想法，询问霍雨浩是否可以在施展融合技时，通过徐三石的玄冥之幻进入敌人中心地带。霍雨浩对此表示出了兴趣，但同时也知道这一策略的实施难度。他们找到徐三石，详细讨论了这一战术的可能性。徐三石认真分析了玄冥置换的限制和要求，指出在正常情况下，置换强大魂技的使用者需要巨大的魂力消耗，只有在特定的觉醒状态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一战术。霍雨浩和王东在听到徐三石关于玄冥置换的局限性后感到失望，他们原本希望能够利用这一技能来增强团战时的战术多样性。徐三石告诉他们不要因此气馁，因为他们已经在大赛中展现出了不错的实力了。徐三石提议去观看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对阵帝奥学院的比赛，以便更好地了解对手。霍雨浩和王东对此感到兴奋，他们虽然已经从周老师那里听说过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强大，但亲自见证他们的战斗将会更加直观。在周老师的陪同下，三人进入了比赛场地，发现两支学院的队员都对他们的到来比较关注。周老师询问霍雨浩的身体状况，霍雨浩表示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了。徐三石好奇地询问昨天的比赛细节，王岩则表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战术变化多端，每场比赛都不相同，这使得观看他们的比赛对史莱克学院的队员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周老师进一步解释说，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队长马如龙在昨天的团战中展现了惊人的实力，他使用2件7级魂导器，几乎独自压制了整个帝奥学院。他们的战术是6个魂导炮台同时开火，形成了无缝隙的火力覆盖，使得帝奥学院无法发挥实力就被击败。听到这些，霍雨浩、徐三石和王东都感到了压力，但他们有信心，无论对手多么强大，他们都必须全力以赴。徐三石认为，即使史莱克学院的主力队员能够参赛，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胜利的希望也是很渺茫。周老师则表示，他们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接下来的比赛中，只要他们尽力就好，无论输赢都是宝贵的经验。在他们的交谈中，比赛即将开始，皇帝陛下和99公主也到场观战。霍雨浩注意到99公主似乎对他投来恼怒的目光，因为霍雨浩临摹的目力惊人，其他3人是都看不到的。在黄澄澄头上，99公主对星罗皇帝表达了对最近一场比赛结果的不满，认为自己的团队本应可以获胜。然而星罗皇帝以平和的态度回应，指出输赢是比赛的常态，不要过度纠结。他进一步解释说，即使99公主使用了她的最强技能，也不一定能够改变比赛的结果。他提醒99，面对马小桃这样的强大对手，即使在最佳状态下，也可能无法取得胜利。星罗皇帝认为，史莱克学院虽然此次并未派出最强阵容，但其身后的底蕴不容小觑。他对未来5年那些年轻学员的成长充满期待。星罗皇帝道：“99，你觉得我们许家的实力如何？”99公主或者说是徐99毫不犹豫的道：“当然十分强大了。我们当初能够带领帝国军民将入侵的敌人驱逐，并且最终解体白虎公爵一脉，成为帝国之主，就是凭借着家族的力量。现在大陆上像我们许家这么历史悠久的大族已经很少了，就连当年武魂殿肆虐的时候，也没能把我们怎么样。”星罗皇帝则反驳道：“尽管许家拥有强大的力量和显赫的历史，但他们始终保持谨慎，选择在关键时刻出手，这是因为他们懂得积蓄力量的重要性。史莱克学院作为万年名校，其底蕴深不可测，为大陆做出了无数不为人知的贡献，赢得了几大帝国的敬畏。”星罗皇帝提到，史莱克学院的决策背后必有深意，他们可能更重视年轻学员的历练和成长，而非仅仅是大赛的胜利。他认为史莱克学院的年轻学员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凡的天赋和潜力，如果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的未来将无可限量。99公主对此表示疑惑，不明白星罗皇帝的真正意思。星罗皇帝解释说，史莱克学院可能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轻视大赛，但他们更看重的是学员的长远发展。输掉比赛并不可怕，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后继无人。他以史莱克学院学员在比赛中的表现为例，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亮点和巨大的成长空间。最后，星罗皇帝提醒99公主，史莱克学院曾经以一所学院之力主导大陆3国，击退日月帝国，也曾以一城之力阻挡受潮，他们的存在对于维护大陆的和平与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话让99公主陷入了深思。好了，看比赛吧。随着对话的结束，比赛正式开始，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赛场上，期待着这场精彩的对决。帝奥学院的队长江鹏作为第一个上场的魂帝级强者，展现出了他的震天符武魂，这是一种以强悍攻击著称的气武魂。而他的对手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米迦是一位5级魂导师，以其多变的战术和沉稳的性格著称，在比赛中从未出现过失误。比赛开始，米迦迅速激活了他的魂导器铠甲，一身亮蓝色的金属覆盖了他的全身，增强了他的攻防能力。与此同时，江鹏释放了他的魂环，展现出了他的魂帝实力，手持巨大的震天斧向米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面对江鹏的强力一击，米迦并未惊慌，
而是以精准的动作和魂导器的增幅，硬生生地挡住了这一击。霍雨浩等人目睹了这一幕，对米迦所展现的力量和魂导器的增幅效果感到惊讶。史莱克学院的魂导系上未能制造出如此高级的魂导器，这让他们在面对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时感到了压力。江鹏意识到不能再保留实力，激活了他的千年魂环，使得震天府的攻击更加强大。米迦则展现出了他的机动性，以魂导器铠甲的增幅迅速改变方向，避开了江鹏的追击。在这场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米迦的策略和魂导器的辅助让他在与魂地级强者的对决中不落下风。这场比赛不仅是两位选手实力的较量，也是两种战斗风格和修炼体系的碰撞。江鹏代表着传统魂师的强大力量，而米迦则展现了魂导师通过科技与魂力结合的全新战斗方式。霍雨浩目睹了米迦使用魂导器的高超技巧，他发现米迦的甲胄和大剑在释放雷电力量时表现出了惊人的控制力。这种对雷电的驾驭和集中，显示了魂导器的高级工艺和强大威力。霍雨浩认识到，这身魂导器的等级可能远超5级，甚至可能是由更高级别的魂导师制作而成。然而，米迦在这次对决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江鹏展示了他独特的控制技能，使得震天斧在空中改变了方向，绕到米迦背后发起了突袭。江鹏的这一技能是他第一魂环的特殊能力，允许他控制武魂的攻击方式，创造出名为屠龙18斩的独特攻击技巧。在江鹏的攻击下，米迦虽然迅速反应，利用魂导推进器尝试阻挡，但震天斧的破坏力和本体的重量结合，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米迦的甲胄被斩击的凹陷，电光四溅，他本人也受到了重创，向前扑倒在地。震天斧的破坏力和震荡爆炸效果，即使是魂导铠甲也难以完全抵挡。裁判及时介入，阻止了进一步的攻击，宣布了比赛的结束。江鹏因此获得了胜利。江鹏的胜利并非偶然，他是地奥学院培养的精英，拥有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资源。他的震天斧和独特的屠龙18斩技巧，使他在个人战中展现出了压倒性的力量。而米迦虽然拥有强大的魂导器，但在面对江鹏这样的魂地级强者时，还是暴露出了魂王与魂帝之间实力的差距。周老师作为史莱克学院的导师，对这场比赛有着深刻的认识。魂导器虽然强大，但在个人战中，魂导师的实力还是有所局限。他开始思考如何调整战术，以便在未来的比赛中更好地应对类似的情况发生。江鹏的胜利激发了地奥学院的士气，他挑衅地向日月战队发出挑战。马如龙作为日月战队的队长，从容应对，他的出场标志着比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如龙不仅是一位强大的魂导师，还是一位出色的魂师，他的大头灵元武魂和自制的魂导器使他在战斗中拥有独特的优势。比赛开始，江鹏迅速发起攻击，而马如龙则以冷静的姿态应对。他使用自制的魂导器，展现出了魂导师的强大战斗力。他的银色光球攻击不仅速度快，而且在爆炸时产生了强烈的光线，影响了江鹏的视线和战斗状态。江鹏与马如龙的对决在星罗广场上激烈展开。江鹏以其迅猛的攻势，再次展现了他的震天斧武魂，直奔对手而去。而马如龙则以其独特的大头灵元武魂和精湛的魂导器技艺迎接挑战。马如龙的右手上的银色戒指光芒一闪，召唤出了一根巨大的金属炮筒。随着他的武魂释放，他的头部异常的变大，虽然外观上显得怪异，但这正是他武魂的特征。大头灵元的辅助性魂技，使得马如龙在战斗中能够更好地使用魂导器，这也是他能够制造并使用高达7级魂导器的原因。在马如龙的魂力激发下，银色炮筒发出了一颗速度极快的银色光球，直冲江鹏。江鹏凭借其敏捷的反应，利用第二魂环的能力幻化出3道身影，试图迷惑对手。马如龙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招，银色光球在即将接近江鹏时突然停顿，紧接着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爆炸产生的强烈荧光覆盖了整个比赛台，甚至影响了在场的数万观众，使他们不得不闭上眼睛，以避免眼睛受到伤害。在这耀眼的光芒中，江鹏的3道身影都受到了影响。尽管他迅速闭上了眼睛，但视线已经被强烈的光线所充满。马如龙的战斗风格和策略再次证明了魂导师在对抗魂师时的独特优势。他使用的4级闪光炮虽然级别不高，但却在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效地限制了江鹏的视觉能力，使这位魂地级强者陷入了被动局面。江鹏在失去视觉后，尽管迅速做出反应，用震天斧保护自己，但马如龙的连续攻击让他措手不及。马如龙的魂导器变化多端，他的小型光弹在比赛台上制造了一连串的爆炸声，进一步干扰了江鹏的听觉，使他难以判断攻击的来源和方向。霍雨浩在台下认真观察，他对马如龙的战斗方式和魂导器的使用感到惊讶。马如龙的魂导器不仅威力巨大，而且使用起来行云流水，毫无停顿。他的金色炮管发出的血红色光柱更是展现了魂导师的强大攻击力，即使是江鹏的震天斧也无法完全抵挡，最终穿透了江鹏的肩膀，甚至穿透了比赛台的防护罩。江鹏在与马如龙的对决中展现了他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尽管他的视觉和听觉受到了严重影响，左肩更是被马如龙的魂导器洞穿，
但他依然没有选择退缩。在这种情况下，姜鹏选择了释放他的第6魂技暗黑魔震天，这是震天府的最强单体攻击技能。他引动地狱之阴火，爆发出震天之狂怒，以暗黑之力锁定目标，展现出了极强的破坏力。马如龙面对这样的攻击，也不得不严肃对待。他身上的金色光罩是他最后的防御手段，一个能够防御8黄魂斗罗级别强者3秒攻击的无敌护罩。当震天府携带着地狱之火和黑色光芒从天而降时，马如龙的金色护罩硬生生地承受了这一击。尽管护罩上出现了裂痕，但他依然坚守住了，保护了马如龙免受攻击的伤害。面对姜鹏不顾伤痛的猛烈反击，马如龙依然保持着冷静和从容。他的魂导器变化莫测，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最有效的防御和反击。在姜鹏释放出震天府的最强一击时，马如龙的无敌护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抵挡住了这次攻击。而当姜鹏试图利用震天府的锁定能力接近马如龙时，马如龙身上的众多金属炮管再次展现了他的魂导器实力，特别是那能够蒙蔽感官的红色光球，他悄无声息地击中了姜鹏，使他在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随后遭到了集中的魂导射线攻击。霍雨浩通过灵眸的敏锐观察，捕捉到了战斗中的每一个细节，让他认识到魂导师在战斗中不仅依赖于魂导器的威力，更依赖于对战斗节奏的掌控和对敌人行动的预判。马如龙的战斗风格正如他所感受到的那样，行云流水，毫无停滞，每一步都计算得精准无误。姜鹏虽然展现出了魂帝级魂师的强大爆发力，但最终还是败在了马如龙的精心布局和魂导器的绝对优势之下。马如龙的冷静和对战局的精准把控，使得他在面对姜鹏的猛烈攻击时依然能够稳住阵脚，最终以一记超高温射线的攻击将姜鹏击败。在姜鹏落败后，地奥学院的队员们士气大减，面对马如龙的强大实力，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马如龙则在战斗结束后立刻使用奶瓶类的魂导器补充魂力，显示出他对战斗的严谨态度和对胜利的渴望。霍雨浩和周老师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都在思考着如何提升自己的战斗能力。霍雨浩从马如龙的战斗中深刻领悟到，魂导师的战斗不仅仅是依靠魂导器的威力，更重要的是如何掌控整个战斗的节奏和局势。马如龙的胜利正是他对战斗的绝对掌控所带来的结果。这场比赛对霍雨浩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他从中不仅看到了魂导师的强大，也看到了自己在战斗中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霍雨浩和周老师在星皇大酒店遭遇了2名自称来自本体宗的男子朗牙和雨涛。本体宗在魂世界中是一个极为神秘且实力强大的宗门，他们专门接纳拥有本体武魂的魂师。朗牙和雨涛的出现以及他们对霍雨浩能力的了解，让霍雨浩和周老师都感到震惊。朗牙对霍雨浩的能力进行了准确的分析，甚至提到了霍雨浩的武魂和魂技与唐门的紫极魔童相似，这显示了他们对霍雨浩的观察和了解程度。朗牙的提议让霍雨浩感到困惑，因为他从未加入过任何宗门，更不用说是本体宗了。然而朗牙坚持认为，作为拥有眼睛武魂的魂师，霍雨浩理应成为本体宗的一员。周老师虽然内心感到紧张，但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恐慌。他知道在星罗城这样一个公共场合，尤其是参赛队员入住的酒店，本体宗的人不太可能采取强硬手段。此外，周老师也意识到本体宗的出现可能会给霍雨浩带来一定的机遇，但同时也可能伴随着风险。朗牙提出他们希望霍雨浩回归本体宗，认为这里是最适合他发展的地方。他们承诺本体宗能够提供最好的指导，让霍雨浩在未来20年内成为震惊大陆的天骄。霍雨浩则是坚定地拒绝了他们的邀请，表示自己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员，至少在毕业前不会加入任何宗门。朗牙试图说服霍雨浩，强调本体宗对本体武魂的了解和能够带给他的好处，但霍雨浩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朗牙试图用精神力压制霍雨浩，却发现霍雨浩的精神力异常强大，无法轻易侵入。此时玄老及时出现，以一指之力轻松制服了雨涛，并以强大的气势震慑了朗牙。玄老的出现让朗牙和雨涛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海神阁的强者，他们不敢再有任何挑衅的行为，迅速离开了酒店。霍雨浩对玄老的及时救援表示感激，玄老则提醒霍雨浩继续专心修炼，并承诺会关注即将到来的决赛。马小桃和其他史莱克战队的队员们也赶到了现场，他们对霍雨浩的遭遇感到震惊。玄老向周老师透露了对本体宗的担忧，并指示他在比赛中要确保学员们的安全。史莱克学院与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决战备受期待，尽管史莱克学院阵容不整，但他们的潜力和过往的表现让人们对他们充满信心。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则在地下黑市中被看好，但他们也深知史莱克学院的实力不容小觑。在前往星罗广场的路上，2支队伍在士兵的护送下前行，民众们热情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史莱克战队中的林洛尘作为冰元素掌控者，在湿润的天气中感到格外有利。周老师的战略战术安排和对天气的适应性调整，让队员们对即将到来的决赛充满信心。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队员们同样紧张而兴奋，他们渴望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赢得冠军。笑红尘的战意燃烧，
而孟红尘则对王东产生了一种纯洁的好感，他的心思在王东的外貌和武魂上徘徊。星罗帝国皇帝和九九公主在城头上观看着这场盛事，霍雨浩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一名中年男子，他站在皇帝身边，金色甲胄映衬出他的英俊和刚毅。霍雨浩的内心在这一刻掀起了波澜，是他。看到这个人，霍雨浩的心情又怎能平静呢？是的，镇守星罗帝国西疆的白虎公爵在这场决赛之前回来了，不只是因为这是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的决赛，更是因为有着他的长子参战。戴耀恒看到自己的父亲白虎公爵代号，心中战意昂扬，紧张感一扫而空。星罗皇帝的讲话更是点燃了全场的热情，士兵们的呐喊声中透露出对白虎公爵的无比崇拜和尊敬。星罗皇帝宣布了比赛的奖励和规则，天煞斗罗黄金旭作为裁判宣布了比赛的具体细则。比赛分为团战、个人淘汰战和2-3战法，3战2胜制。所有参赛队员的安全由裁判负责，但裁判无法保证绝对安全，因此双方需自行克制。史莱克学院和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队员们都已准备就绪，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莱克学院并未让霍雨浩和王东出现在团战阵容中。这一变真让所有人感到惊讶，因为霍雨浩和王东在之前的比赛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实力。周老师的这一战术安排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之前并未对外透露太多信息，为的就是在这关键时刻给对手一个出其不意。他的冷静和自信，以及对战术的精准把握，让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周老师自史莱克学院战胜正天学院后，就把目标锁定在夺得冠军上，以此延续史莱克的荣耀。面对唯一的强敌，他选择隐藏自己的战术布局，避免过多的指挥，以迷惑对手。连队员们也未完全了解他的计划。直到决战之日到来，周老师准备通过队员们的表现展现自己的战术才华。他决定让霍雨浩和王东在团战中不上场，以保存实力，同时为未来的大赛做准备。这一决定是基于战略考虑，也是为了保护2位年轻队员。星罗皇帝与白虎公爵在城头上讨论史莱克的安排，白虎公爵认为这是战术调整，而星罗皇帝则对周老师的安排表示赞赏，认为会有所惊喜。随着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调整阵型，史莱克战队由徐30领头，日月战队则由林夕领头，两队都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战术布局。